我相信谁都有水逆的时候，像工作卡壳了，日子过得一团糟，感情不顺心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你越是一个人待着在家里面闷闷的不乐，越是容易钻牛角尖儿。你的情绪被堵住了，那么好运呢也走不进来。心理学中有一个观点，那就是环境可以改变人的心意。有的时候不是你走不出去，而是你总在原地踏步走。换一种场景，可能就是一种新的活法；换一个地方，可能就是转运的开始。当你最近觉得哪里都不对劲的时候，不妨我们要出去走一走。第一个值得推荐的地方，图书馆。静心要比抱怨更有用的。很多人不顺就去找人抱怨，疯狂地刷手机，结果是越刷越气，越刷越焦虑。真正聪明的人会选择安静的地方，比方说图书馆，这里没有人喧哗，也没有人打扰你，只有书籍和无数种人生的智慧。读历史，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烦恼不值得一提。读人物传记，你会知道坎坷是成功的必经之路。哪怕读一本小说，也能够暂时的跳出自己的困局，换一个视角的看生活。养蜂的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：读书不是为了拿文凭或者是发财，而是成为了一个有温度、懂得情感、会思考的人。有时候我们缺的并不是方法，而是心境。你可以挑选一本一直想读却没有空读的书，或者随意翻一翻杂志，放松大脑，甚至坐在那里感受着周围的安静与专注，那也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。书不一定会给你直接的答案，但它能够带你静下来，心静了，思路就会清晰，好运自然就会来了。第二个地方，繁华的市井。市井之地，可以逛一些夜店，灯红酒绿的之处，总会有一些过路的人，他们的人生故事，只有路人和他们自己知道，他们的命运起伏也只有自己去知道。这样的人物总是特别的吸引眼球，也容易成为了特色的知音。我们在书本中看到很多风趣幽默的小人物，他们通常都是一些弄堂里的人，在他们的嘴里，你能够听到了生活婀娜多姿的故事，他们的经历也可能会让你觉得特别的精彩。这些故事，我们不仅感受到了底层人民的拼搏厮杀的姿态，他们对待生活乐观的积极，对待人生不过如此，更是要珍惜当下，重新的激起我们内心中的激情。同时，我们能同他们一起记忆起那些大梦想背后的小故事，找回内心中的那份纯真的热情。反倒是那些话，在高大的宫殿里为虚名而风出腾的，更是四处缺风采。到时候人们会为他们的敬而远之，并不会真心诚意地赞颂他们。他们没有人间烟火气，还追求什么？第三个地方，宁静的大自然，修心养性。作家毕淑敏曾经说道，人必须得有一个人和日光月星对话，和江河湖海会，和每一棵树握手，和每一株草撕破，才会顿悟宇宙的之大，生命之微。畅想大自然优美的景色，往往对这个世界有更深的、更广的认识。感恩遇见的人与物，释然不如意，悦纳自己，会活出了高级感。他们未必认识很多文人的雅士，可是双眼能够洞见人性的本真。他们也不一定去过很多的地方，但是知晓万物的起源，
曾经看过一个视频，视频里播放着博主多年的徒步爬山的所见所闻，仙气袅袅的云海，影影绰绰的山峰，活泼俏皮的各种小动物。此时起伏的鸟鸣声伴随着景色的变换，博主身上也发生了大的变化，从大肚腩到腹肌马甲线，从萎缩不振的眼睛里，博主说他某次身处了大山里，疲惫地坐在石头上面，仰望着天空，风在耳畔自由地穿行。那一瞬间，他感觉在这里，他不是爸爸，也不是丈夫，也不是员工，他能够彻底地放松下来，修身养心，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绿意盎然，甜蜜言语。他跟徒步结下了很多的缘分。第4个地方，菜市场，这是我一直以来都喜欢去的地方，既有人间烟火，也有浪漫的生活。当你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菜，一排排的被店主摆放的整齐，土豆有的是圆的，有的是方的，有的是歪瓜裂枣，萝卜不只是白色的，也有青色的，还有红色的。西红柿有本地的西红柿，也有普罗旺斯的，价格都是不同的。萝卜不只有一些的营养价值，还是非常可口的。一个季节有几个季节的菜，反季节的菜不要买，不符合规定的菜也不要买，适合自己的体质的菜，这就需要买。跟人的生活是一样的，有人在3月开花，有人要9月开花，不是不开花，而是花期没有到。古龙曾在《多情侠客无情剑》中说道，一个人如果走投无路，心一定是想寻短见的，那么就放任他去菜市场。当你看到了很多年迈的大妈，特别的娇瘦，还挑着大担子去卖菜，盯着黎明的曙光，费力的叫卖着，人的怜悯之心会涌跃而上。这个时候你会觉得，我有什么可惨的呢？80岁的老母上这努力，我一定要更加的努力才可以。第5个地方，高端的圈子。现在的人越来越多的就是谈起圈子，高端的圈子对于人际交往正向作用，确实是毋庸置疑。它能够帮助你拓展人脉，积攒资源，也可以彼此交流了信息，发取一些机会。但并不是每一个人进入了高端的圈子都会有所注意。想要混进于一个圈子，更重要的是提供与资源相匹实力的价值，否则即便是强行的融入，也不会得到充分的收益。电视剧里30而已中，顾家为了能够给儿子换上名校的资格，搭上了有钱的太太，并且挤入了富人圈。但是兵家没有傲人的家世背景，在富太太的圈中也只能是打打杂，备受着排挤。顾家为了得一线赚钱的良机，可是没想到却是一个陷阱。顾家投入了大量的钱财，换来了只是一个快要倒闭的茶厂，并不是一个圈子的人，不必去强融到一起。没有什么对与错，只有什么实力的价值，还有是实力。即便是咬牙花费了大的金钱去买一些包包，撑一些场面，但是高端的人士不会屑于与你对话，只会专注的经营好自己的事业，积攒足够的实力，机会大的时候，自然大门就会为你敞开的。第6个经常要去的地方，常回家看看。你之所以以前遇到了不顺，是因为你的福报比较少。佛法认为是，这世间最大的是福田，就在你自己家中。你家里的父母就像你的福田，遇到不顺心的时候，多要出去看一看父母，多给父母一些陪伴，把父母孝顺好，不顺自然就会转于耳顺的。
古人常说，百善孝为先，孝顺父母是积攒福报的行为。然而，孝顺父母并不是需要你为父母买很多的东西，而是多回家看看父母，这就是对父母最好的孝顺，也是父母最需要的。我们陪伴父母的时间，每一天都在减少。记得一句歌词说过，怎么刚学会懂事就老了？真的是一晃就老了。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，父母也是一样的。当你学会了懂事的时候，父母如果还在，那真的是世上最幸福的事情。大自然是生命的源泉，也是我们心灵的港湾。当我们感到人生不顺的时候，不妨走进大自然，感受它的宽广与包容。在森林中漫步，倾听着鸟儿的歌唱；在海边静坐，感受着海浪的拍打；在高山之巅，仰慕着大自然的壮丽。这些都能够让我们暂时忘记了烦恼，可以放松我们的心情，重新去寻找内心的一些平静与力量。大自然的怀抱中，我们能够获取一些灵感和启示，帮助我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，从而迎来了好运。当我们感到人生不顺的时候，不妨试试以上这几个地方，去寻找一下心灵的慰藉和好运的降临。人生总有不顺的时候，但是我们要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，好运就会一定的降临。相信在这些神奇的地方，一定能够找到转运的秘诀，让我们好运不请自来。好了，今天的小故事分享到这里啦，非常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和喜欢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